Hi, my name is Adisa. I'm with Christie's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in Beverly Hills. This is very desirable area. Sophisticated, elegant, but also kind of sexy. Oh, this place is truly special. I mean, from the moment you walk in, it feels grand. Like the entrance definitely makes a statement, and the layout flows beautifully. It has a lot of natural lights from the skylights and these disappearing glass walls, which opens fully to the outside. And I mean, this indoor-outdoor lifestyle is really what LA living is all about. And besides that, I mean, there's a lot of all the essentials like pool, gym, theater, guest house, the living area by the fireplace. Like you can see the big marble fireplace, and it's just a cozy area. If I live here, I'll probably sit there a lot. Oh yeah, of course. It's right next to the big sliding door. You can get the backyard view, the city view anytime when you just look over the shoulder, right? Yeah. 通过正门直接进到它的前院，这个前院的隐私无可挑剔啊，非常好了。从街道几乎看不到你的建筑和里面的正门。前面有一个简单的停车的空间，这边是2个车库，侧面有一个小的走道，还做了一个小的水井，蛮有禅意的。直通的是正冲的是厨房，再往前走是餐厅，而且还能走到下面一个卧室。从这边呢，我们来到正式入门的地方，正门玄关的地方可以看到，进屋之前啊，整个侧面的墙全部都是用的天然石料做的 book match 的铺设。这每一大块的这个石砖在墙上的面积还是不小的，单独拿一块都能做厨房的台面了。而且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一个纯1层的建筑，前面有一些橄榄树啊、bush 啊围得非常好。进来以后，真的我觉得这个房子正门的隐私算是比较不错了。而且特点之一，可以看到这个1877是它的一个门牌号。包括它的扶手以及外面围栏上面就进门的地方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它用的不是阿拉伯数字机，用的是英文字母的1877这样配合的，做的也是非常的漂亮。那在这边进去之前，我先把基本数据先给到房子大家：4个卧室，7个卫生间，要价1450万美金，差一点点1450万美金。室内的面积8337平方英尺，占地半个英亩多一点点。我们再次感谢一下 Listing Agent Adisa 给我们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和展示这栋房子。跟着我们从 Pivot Door 打开，直接进到室内。因为它隐私已经很好了，所以进来的 Pivot Door 它完全用这种透明的、不用处理过的钢化玻璃是完全可以的。进来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正式的进门的 entry 的地方。一进来非常好啊，左边就是一个 powder room 半位。这个半位用的石料也挺漂亮的，而且它的特点就是，它特意为了 match 它的这个石料啊，用的餐巾纸都是和石头的花纹是统一的，很漂亮的一个 powder room。那到中间呢，你看中间的走道这个地方，给人感觉像什么？像是一个画廊一样的地方，是不是？你还记得 Licky 咱们上次看过类似的这种房子进门的地方是在哪儿吗？你能想起来吗？是咱们之前在。应该是表链那边有一个房子，是个mid-century 的房子。进去以后，上面都是天井有光的那栋房子。进去以后，两边它是当成画廊去展示的，也非常漂亮。那栋房子你没去，应该是聪聪跟我去的。来到它正式做的会客区域，这边是它一个卧室和主卧室。一会儿我们绕过来和大家介绍。先跟着我们镜头往前走。直接通过第1个会客区，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 skylight， 直接照在这个下面，也是非常舒适的地方。正对着这边是它的落地拉门，两侧的落地拉门可以完全推开，看到后院，以及看到远处山下的城市夜景景观，非常的漂亮。这个房子的夜景的景观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遮挡了，跟 skylight 跟 jetlight view 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了。
那右手边这边可以看到，它在这边陈设了一个早餐厅的位置。大家觉得可能离厨房的位置有点远，因为它是完全平层，其实走过来还是很方便的。但放在这儿确实很好。你不光是早餐厅，其实坐在这边，你办公、看个书、喝个咖啡、下午茶，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个区域，我们镜头跟着再转过来，通屋呢全部都是铺的白橡木的地板，可以看到身后是它主要的会客区。去这边之前，先跟我们镜头推到这一侧。正餐厅往这边走过来，其实就是它厨房的位置了。你看，和它一墙之隔，隔过来这边整个厨房的尺寸，首先是非常好的。跟着我们镜头往前走2步，首先身后这边直接通的是车库，以及它的 pantry 啊，包括它的准备间，里面还有一个洗碗槽，第2个洗碗机都在那边，而且楼下有一个卧室也在那边，那可能就是给比如说客人啊、服务人员啊去使用比较合适。这个房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适合小型家庭使用的，比如说夫妻2口子带个1-2个孩子是 OK 的，尺寸也是很舒适嘛。那么这边到达它主要的中间的岛台的位置，全套的电器全部都是 Miele 的品牌 ，Induction 的 Cooktop 以及明火的 Burner 全部都有。那比较漂亮的，我觉得是它这一块啊，当然它2侧烤箱、microwave 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叫咖啡机全部都有了。但正对着这边是一个大的洗碗槽，它把一些洗碗的5金件啊，是做了这种 sunken 的，就是陷入式嵌到它的台面以下的这个空间，这样水呢防止更多的飞溅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贴心的设计。然后它整个的背面的石板全部都是用这种同样的黑色石板做的铺设，而且这边是个错层，中间埋了一个 LED 灯带，所以你从远处啊看过来，中间一抹亮光，还是挺漂亮的。而且它不光这边啊有2个开关，主岛台这边因为岛台太长了嘛，都有做这个嵌入式的开关的设计。拉出来 USB 电源全部都有，一边一个，包括那边也是一边一个。整个岛台的上面呢也是做了一个天窗的设计，有更多的自然光，白天可以有任何时段都会有一朵阳光，随着光线的变化，在你这个厨房里面发生变化，还是挺漂亮的。我觉得这个设计和一进门那个地方异曲同工吧。到这边一个 pocket door 拉开以后，实际上就是从车库的侧面，旁边有一个流水水系的一个过道过来的。我觉得还是使用上会比较方便。为什么呢？比如你运了一些东西啊，你从这边可以直接过来就放到冰箱里了。没错，冰箱就在这儿。因为它是跟整个的厨房的面板统一的风格做的，外面整个的 panel， 它这个看起来像木纹，但实际不是木头啊，但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我们第一次见类似这种的仿木纹的，一般都是直接用木头的比较多嘛，它等于是一个仿木纹的 panel。继续转过来，沿着这边走2步过来，可以看到我身后这2个黑色的，可能反光看的不是很清楚。它这个把手很有意思，掏空的，也是 minimalist 的这种设计原理吧。实际上是个藏酒柜，那你有大量的酒也可以放在里面。它是恒温的，里面有一个控温的系统，所以是真的是能够藏酒的。相对来讲，阳光也不太照得着。往身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对，我前面就注意到了，它是cheese轮嘛，一整个的嘛，做成了一个雕塑。对，包括上面有一些，比如说年份啊之类的，可能都会有，做的还是挺漂亮的。细节做得很好。就是你把颜色换过来，换成那样，你感觉像真的一样，几个放在这边，非常有意思。而且冲镜头里面啊，直接正对的，就是它的正餐厅。正餐厅的正上方又有一个自然的天窗，引入一个太阳光线可以洒在这边，随着每天时间的变化，整个太阳光会在桌面上刷过去。它这套餐桌椅和那个墙的搭配 ，Licky 有没有给你一种 mid-century 的感觉？是的，应该是故意这么搭配的。对，但它很舒服啊，它这套餐桌椅弄得非常的典雅，一点也不浮夸。那跟着我们镜头啊一起平移一下，这边呢直接就到了它最主要的，你说叫 family room 吧，或者就是另一个主要的 sitting area 好了。非常大的尺寸，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是2个可以做2组坐的空间，它拼搭到一起了，一个很大舒适的可以坐起来放松的地方。那而且坐在那边啊，面对着也是这么棒的景观，你的后院远处的山景
都是坐在这边就能看得见的。我觉得这个客厅真的是很舒服哎，尺寸也很好。其实这个房子大家进来有没有发现，它的主要的空间的格局都是靠陈设，它空间的分设它空间的分割，对不对？很方正。对，这个真是考验室内设计师的功力了。它怎么样合理的搭配？因为这个空间它可以是一个正餐厅，对不对？但它正餐厅是放在那边了，所以完全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去搭配了。而且地毯啊是中古地毯，价格不菲，所以我们都会绕着点走，尽量。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身后一个非常漂亮的 book match 的一个 fireplace， 天然的石料。这个很夸张哎，我觉得 Lakey。对我应该是头一回看见。对，你知道做的那么深，很深。你看大家坐在这儿，我坐在这儿的感觉就是这个，它的 fireplace 实际上还非常的厚的，从这边1米是有的吧？有，对，一定超过1米了，等于在那边。所以你说这个功能还挺独特的，它会有热气慢慢的出来，但是又感觉火苗又不是这么近。你说它这么厚的空间到底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啊。往这边再走2步过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 minimalist 的设计还有很多的点，比如它所有的墙体的下面这边都是有做了一个 gap， 这是一个典型的现在的这种简约风格的一种设计的收边的方式，收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其实 minimalist 其实他们的理念应该是不是为了少，他们是应该简洁 less is more， 是不是这种概念？对不对？那么这边走呢，身后呢是另外的一个比较偏向于自己家里人使用的一个居坐的区域，后面一个小的吧台，坐在这边呢依然有拉门啊，可以全部拉开欣赏到后院以及远处的景观。那么跟着我们镜头调一下去对面，跟大家说了嘛，主卧室呢还是留到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隔了这一道空门后面，实际上它都有做一些pocket door 隐藏起来的设计，那也是为了把它的动静区域做一个分割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把它，比如家里有朋友 party 的时候，把这个区域完全的阻断，就表示不好意思，访客就不要从这道门再过去了。我觉得使用来讲，布局也是很合理的。到这边左右各有一个卧室，右边是一个单独的大套间，尺寸空间都不错，自己的卫生间 minimalist 的设计，线条非常的干净明朗，也能有一些自然光进来。我的左手边是它的主卧室，主卧室一进来，你看还是反复的说Lakey，你看进来以后，它这边其实都是衣柜收纳的空间给到你了。我觉得咱们很多这个主卧室，首先尺寸也是不错的，但它也是通过空间的分割，让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空旷难受。这边你看，其实不注意它都看不到，你看它这边也是用了同样的墙布做了一个 pocket door 放在这边，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卫生间也是能做分割的，因为床在那边嘛。我觉得它这个动线很好。一会儿 Lakey，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过来这边是它的更衣区，衣帽间、柜子里面收纳全部都有，放鞋、放包都可以，也有 LED 的灯带，首饰的空间全部都有。那这个不是一个全新的房子，这个房子屋主刚刚搬走，你看状态多好，维护的也非常的好，有管家。是的，那也要感谢我们的管家给我们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这套房子。所以好的房子维护真的比想象中的成本要高得多。卫生间和衣帽间之间也是做了一个 pocket door， 可以做一个分割。而且它比较细心的一点就是这个 pocket door 面向衣帽间这边统一嘛，都是墙布，但是面向卫生间这边，它的门板的背面就全部都变成木板了。所以它这个门上面的细节也是有考虑到做到了。然后再过来呢，可以看到这是它主要的卫生间的区域了。马桶 water closet 往左边这边可以看到2个悬浮的洗手台，也是非常典型的 minimalist 的设计了，做的还是很漂亮的，很精致。一个大长镜连通镜把这个墙的整面都占上了，整个墙的4周啊，就往这边不能说4周了，就这一侧都是天然的石料，花纹很漂亮。就是它门口的那个 powder room 半位的餐巾纸印的花，就应该是这么来的，做的还是蛮漂亮的。而且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你看它的房屋在该开天窗的地方都没有省，它的这个浴缸 freestanding 的浴缸上面也开了一个天窗，从远处看一个 picture window 后面是自己的竹林，隐私又特别的好。
哎，这个画面多漂亮啊！你不觉得真的是很，它真的蛮用心的。好的房子，我觉得设计还是有讲究的。这边挂了个电视，你想你在这儿泡着热水澡，想看一下自己的喜欢的节目，看个小的短的 movie 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也比较喜欢它所有的水的开的5金件啊，全部在旁边单独用石头砌了个台子，全部放在了这边，这个就很有画面感。那比较有特点的是这个。Licky 帮我想一下，这个是咱们频道里第一次见 shower 的房间用的 pivot door 吗？对，你看它里面的空间是不小的，坐的区域 picture window 能看到侧面的竹林，而且它的这个窗户玻璃是有贴膜的，所以有些做一些暗化的处理，进来不会那么的亮。那包括这边可以放更多的沐浴乳啊、洗发水都可以放在这边，挂衣服的地边。包括这个整个的shower空间，淋浴就不多说了，可以看见下面黑的这边的控制器，它就是也有 steam 的功能，可以做一个湿蒸。包括最上面的顶上了，还有一个顶头的花洒。而且它不光是一块这个石板，它还做了像石板的吊顶。是没错，它上面做了一个石板的 drop ceiling， 然后坐在了淋浴房里面。这个淋浴间我会觉得蛮喜欢的，而且它其实也是尽量在做 book mesh 了，但是因为天然的石料嘛，不可能像假的一样对的那么严丝合缝嘛。对，我们再往那边走，直接通过它进门主卧室的地方的另外一侧，你看这个墙背面是卫生间，这一侧是它主要的休息的床、卧室的区域。你看它很大的空间，但是通过几个区域的分割，让你这个很大的空间呢会住起来很舒服。它不像是咱们以前见过有的真的是分割不太好的，你就睡觉不太舒服了，但依然是很优秀的一个主卧室了。那个不用说，这边啊侧面一个拉门，pocket door打开直接去后院，起来以后你知道吗？就直接脱光了衣服进去游个泳也没问题，隐私很好。那身后这边同样是天然石料的石板，他们家的石板全一样哎，对，一个统一，就没有说东选西选，弄各种各样的花花。除了厨房的，但它色调呢也是暗色调的，也合理。它厨房如果用个白台面，可能就会有点不太搭了。这边同样一个 fireplace， 主卧是必须得有的，然后一个嵌入式的电视。其实这种嵌入式的台面，我一直在想啊，万一你说电视换尺寸了怎么办？就想好就不换了。对，只能这么说了。我往这边走，它主卧室这个角，其实 Licky 站在这儿能发现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啊。首先这边实际上你可以摆更多的椅子，想坐在这边是可以的，简单一个小茶几，2个椅子都 OK。那这边是有一个地下的电源放在这边的，因为中间它这边啊全部都是落地窗、落地玻璃了，所以没办法接电源，没有墙了，所以它在下面做了一个。侧面有一个小的通道，从这边小的通道是可以直接通向下面有一个小秘密花园的，一会儿为大家看。过来2侧落地窗。从这个角落直接看出去就能看到城市夜景，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它这个主卧室的角落还是很舒适的，而且它这里有个什么功能？它整个房子所有的窗户、窗帘全部都是电控的，解答大家的问题。你看，就是这种房子，大家看装了，咱们看过很多房子是没有这些的嘛，因为那是新房。看有人住的房子进来以后，大家都会装这个东西的，都是电控的，可以直接去控制。这也是解答了之前观众老有人疑问啊，怎么你们房子都不装窗帘？有的，只不过新房还没住进来。因为窗帘是个多说一句啊，窗帘是个比较个性化选择的东西，你乱装人家不喜欢，反而不好。那我们整个的主卧室1层这边完了以后啊，旁边就是后院了，赶快跟我们出去看一看吧。Actually a 2-story home, but feels like a single story. Right, that's the uniqueness to me because most newer home or new construction, they just don't build single story anymore. Yeah. Because they want more square feet, they can sell more price. Yeah, more. So this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 uniqueness feature. It's a hillside property, somehow your main living space still in the entire same floor.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ould love that as well. It works for everyone, and if you need a detached, separate space, there's a guest house. Right. Yeah, the guest house also have everything else you will need beside the regular living space. Because most entertainment, functionality area or room is in that area, like the gym, the movie theater,
or even in the future, if they want a small spa, they can do anything in there. Yeah, for sure. And they can separate with your main living space. From this area, it's still like the regular home with a beautiful, foyer, living room, gorgeous kitchen, and also Yeah. a decent sized dining room, right? Yeah, for sure. 通过我们的主要的会客区域的拉门拉开，从这边走过来，我们走个 U 型啊，把这个院子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一进来，一出去吧，首先吸引我视线的，并不是泳池，真的是这个景观，因为它正好是一个山谷的开口的位置，它的画面啊是呈一个梯形打开的，越往远看，你能看到的视野范围越宽广。当然更不用说近处的这个长条形的泳池。清澈见底啊，可以说是，我觉得在这边留一个泳池也来回也是没问题的，深度挺深的，我觉得。我觉得15到20米是有的，就锻炼来讲也是完全 OK 的。那边是入水区，稍微浅一点嘛。往这边走过来，哎，这个你要不注意，都有时候发现不了，是不是？对，它的花洒隐藏的非常好，它是一个室外的淋浴的区域，主要是为了把泳池里面的那些化学的药水 chemical 冲掉嘛。你看下面也切了一个循环，它不是因为室外，你知道吗？你就水反正也是草地随便流吧，并没有啊。室外的地面呢就是水泥的地面，可以往这边走，再过来泳池的这边呢，这边就属于应该是最深的区域了吧，深水区在这边了。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1层的房子，1层的房子现在盖的人也少，我觉得哪位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实力，这个房子自己拿下来住，应该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是小型家庭啊。它有2层啊，哎，它能算叫2层吗？是分开的，就楼梯都不是在同一个对，空间就不一样，很有意思。一会儿带大家过去看啊。往这边走到尽头，你看，哎，他把热泡池放在这边了，你觉得好吗？我觉得作为活动来说，这种分割我觉得挺有意思，挺实用的。构图来讲，从那边一出来看着很漂亮，尤其是配合后面这个流水的大石板啊，是，这跟室内的石板是一样的吧？对不对？的，也是的，跟正门的一样嘛。哎，真的是，它这个画面感真的是很漂亮。坐在这边放松一下，看着回头自己的泳池，自己家里面开 party， 真的是没话说。还有这个声音，你可以静止的听一听，安安静静的泡在里面，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真的很舒服。再往这一侧过来，我们看一下，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反过来看到房子的后院，因为你看这是1层的房子了嘛，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像咱们看2层的，它几乎后院因为自己的建筑物也没有什么遮挡，你看它后院的阳光洒得非常的均匀，很舒适。那更不用说往这边走，你看这边它留了一个室外户外的就餐的区域，这边有一个巨大，哎，离远了不觉得，离近了发现这个伞真的好大呀。这个全撑开了以后，他说能把整个的这个就餐区域全部覆盖掉。你就想它多大？打开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打得开啊！这边4个太阳椅，而且它这个太阳椅，多提一句，就这个价格是包含所有的室外家具的。咱们看到的所有室外家具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它这个有点像亚麻编织布的材料，并不像是咱们以前的那个室外的家具都是用的防水布嘛。对，这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一点啊。那边也留的是真草地，不像咱们是很多看的房子用的是假草了。而且 hillside 的房子嘛，对不对？ hillside 下面就是山坡啊，山坡下面这边木质 deck 抬起来的区域，实际上这个房子下面是修了一个空间了，那多数很多下面就都是山坡的支撑起来了。那这边我们等于是做了一个延伸观景台，你站在这边，周围全部都是钢化玻璃的围栏，对你的视野景观也没有任何的遮挡。站在这边，你想晚上篝火点亮，拿着一杯 whisky 或者一杯香槟，和你的爱人坐在这边，看着远处山下璀璨的腾式星火，这些亮光一旦打亮以后，这个画面多舒服啊，无与伦比。要的就是这种生活啊！什么叫做人生赢家？应该就这种感觉吧。很大的一组室外的拐角沙发，这边也放了一个室外的 fireplace， 晚上也是可以点亮的。整个一个延伸的露台过来，然后围着这边的草地做了一个步道，围的是什么呢？身后下面还有一个空间。从这个钢化围栏下来啊，这边还有一个空间，没想到吧？这是他的健身房，
放到了这一层，而且是单独的出入。这边还有一个巨大的真的橄榄树啊，这地下是有地基有浇灌的。从这边过来还有一个吧台，你需要的什么划船的设备、weightlifting 全部都在里面了，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和它主要空间分开，而且你在这边是个小观景台，从这也能看到一些景色，而且这边其实这是刚才 Leahy 说的嘛，就这个空间。你说它叫2层吗？它不能叫2层吧，因为它是单独的进出。对，独立完全分开。对，你要想到前院的话，从这个楼梯直接上去就到前院了，你可以不通过整个的房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进来以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合适尺寸的一个起居室。你可以想象在 Hollywood Hill 也好，或洛杉矶或 Bird Street 这样的一个小的 hillside 的房子或 ADU， 它得多少钱？这边自己外面还有一个阳台，出去也有看非常好的景观，拉门也是能全部拉开的。往这边走，再过来2步，我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它的卫生间这边也是纯白的设计，也是典型的这种极简风，所有的线条都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延续了主房子所有的设计语言过来。那么这边一个长长的通道，尽量不多踩啊，这个就是古董地毯，对不对？到这一侧是另外的卧室，就是这个空间实际上有一个自己的卧室的，也有自己出去阳台的拉门，自己的卫生间，尺寸也是不错的。而且继续往后走啊，它其实还有更多的空间。2阶台阶上来，一个吧台，看到吧台一般就要什么了？就要电影院了。这小吧台氛围还是不错，它等于隐藏在你说。和主房就是你看那个主房的时候，你完全想象不到这个房子其实还带一个电影院的空间。外面一个小吧台，高低的设计，这边有把椅 LED 的灯带，那边放些酒、洗碗槽，全部都有。旁边的这个门打开，直接进来就是我们电影院的空间。3层的布局设计 ，LED 的灯带以及上面 drop ceiling 也是围了一圈 LED 的灯带，很漂亮，足够大的尺寸的幕布，上面也有一个投影仪，但是。大家镜头已经看到了，这个电影院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啊，实际上是我身后的这个窗帘拉开以后我们才发现的。进来以后开始没拉窗帘的时候没太发现，打开以后发现哇，这个电影院里都能看到这么漂亮的城市景观啊！我觉得就因为这个景观赋予了这个电影院空间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这也是这个电影院区分于其他电影院的最大特点之一。 But I think what really unique about this property is the vegetable garden. Oh yeah. Yeah, I mean, the owner actually had to get like the whole thing dug out by hands because the machine couldn't access the slope. And I think it's just a thoughtful, like unique touch that makes the property special. And also adds an extra sense of peacefulness to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 feel. You can actually just sit out there, like meditate, do yoga, and it's just such a calming space. 这栋房子在它的山坡地，竟然还修了一个这么完整的小花园，一个蔬果花园啊！上面有番茄、牛油果、无花果、柠檬，你小种的一些菜、香料。 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了。哎，我觉得你会挺喜欢这种房子，你自己在下面弄一个 herb garden，做菜的时候需要点什么香料，对，下来直接拿了就。而且它，哎，它真的整个花园它布局也好，或它 organize 的非常好，这叫 farm to table。哎，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下面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平台，坐在这边喝个茶也是可以的，坐在这个位置，而且隐私也没有任何问题，周围正好树给你围得严严实实，对，也有 view。 也有一点点大松树，松树并没有，但其实这个地儿让我觉得摆一桌麻将桌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对。Like especially at night when there's like city lights and all the lights glow and everything just looks so different and it feels different. It's very, like I said, sophisticated, elegant, but also kind of sexy in a way, like at night. And you can't really feel it until like you see it. Wake up and get your focus. No, got no plans tonight, And it ain't too hard to notice all the ways you light up my life. But somehow I'm surprised.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 Listing Agent Team 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这栋非常特别的房子。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Stop signs and the green light.